大家都好可爱哦。大家好，欢迎来到柑橘百合。本周呢，我们想讲一下一个稍微不那么热点的话题，也就是双性恋。这一个人群，他们在我们社群中的一些误区和一些相关的争议。那么，在2021年的一次调查中显示呢，美国现在有5.6%的成年人口宣称自己是 LGBTQ 社群的一份子，而这5.6%的人中呢，有一半的以上都认同自己是双性恋。那么双性恋在 LGBTQ 群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呢，在一些科普用的材料里和在主流媒体里被谈论的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原因之一呢，很多人认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同性恋，因此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身份。在20世纪中期，LGBTQ 民权运动尚未抬头之时呢，普罗大众对于性少数的认识呢，大概就只有 gay 和 straight 这样两个概念。一个人他要么就是同性恋，要么他就是普通的一个直人。双性恋这个概念呢，很少有人知道，更加不要说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这些性别认同上的事情了。大众认识双性恋这个概念呢，是在关于同性恋的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大众认识到同性恋这一人群广泛的存在之后，才认识到还有双性恋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同性恋民权运动兴起初期呢，对于双性恋这个身份，大家经常认为它是一半直一半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异性恋呢，要么认为你是一个和其他同性恋一样的变态，要么呢认为你只是一个有一些奇怪爱好的人，他们不会把你对于同性的性吸引当回事，认为你可能只是玩玩的，并不认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同性恋对于双性恋的态度呢，起初经常有一种群体内的不包容，很多同性恋会认为双性恋是不纯净的同性恋，很多人会强迫一个双性恋去选择一个身份，要么你选择你是一个同性恋，要么选择你是一个异性恋。那么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双性恋的身份呢，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因为你又想要同性的爱情，又想要异性的爱情那么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我全都要的态度。甚至有的人会把双性恋这个标签直接等同于一种开放性关系，甚至是一种乱交的态度。显然双性恋并不是总是处在一种开放性关系中，抓偶的双性恋呢，他在和异性谈恋爱的时候呢，常常会被社群认为是失去了他酷儿的身份，回到了异性恋的怀抱里。而他和同性交往的时候呢，有时候又会被社群欢迎，认为他是回到了酷儿社群里。而事实上呢，这个人的双性恋身份在他和不同人约会的过程中呢，并没有改变，但是社群对他的态度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不是同性恋就是异性恋的态度呢，和当代的跨性别圈子里的 transmedicalism 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都是一个被歧视和系统性压迫的少数群体，为了站稳自己的地位而诉诸于本质主义的一种做法。过去的同性恋社群呢，为了确证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有效性，而否认性取向是可以流动的。今天的一些跨性别者呢，为了类似的目的，会去否认性别认同可以是流动的。今天我们指出这个现象呢，并不想去批评哪一方，只是想指出少数群体诉诸本质主义来试图捍卫自己地位的做法呢，是一个历史上常见的做法。对于双性恋群体呢，有很多人认为它有一条可以和异性交往的退路，因此它遭受的歧视就会少一些。那么事实上呢，如果双性恋选择和同性交往，那么主流社会呢，绝不会因为你是双性恋就少给你一分眼色看。那么如果和异性交往的，他的关系也未必是符合异性恋范式的，特别是在交往的双方都是双性恋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的关系在表面上看来呢，还是一种异性恋关系，因此他们会面临一种被 LGBTQ 社群所孤立，但是又并不完全的符合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范式这样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以双性恋为主的活动存在的原因。也就是 bisexual 这个单词的字首 B 接在 L 和 G 后面，而成为代表酷儿社群的 LGBTQ 这个缩写的一部分的原因之一。那么近几年呢，针对于双性恋的争议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双性恋一词被发明的时候，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的概念尚未被普及，因
因此双性恋的词源它的开头 bi 它的那个意思就是两个性别。那么表面上看来呢，它的构词法里面确实是没有包含传统的性别二元以外的性别的。之后产生的泛性恋，也就是 pansexual 一词，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被发明的。它的词根 pan 意思就是所有，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包含所有的性别。那么在这里呢，就围绕着双性恋这个群体会有一些争论，认为双性恋他们所追求的对象是不包含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群体的。但是当代的双性恋活动家呢，也在为双性恋这个标签辩护。我们认为双性恋从一开始就是包含非二元性别的。我们这里采用活动家Robin Olters 的说法，我称自己为双性恋，因为我承认自己有可能被一种以上的性别，这里性别指 sex or gender。被一种以上的性别的人所吸引，恋爱或者性意味上的吸引均有。这样的吸引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发生，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也不一定达到同样的程度。那么根据这样的定义呢，我们过去认为像泛性恋就是所有的性别都非常好，非常喜欢，都可以。而双性恋呢，只喜欢传统的女性和男性这两个性别。那么我们当代更新了的双性恋的定义呢，认为双性恋的吸引呢，并不局限在传统的女性和男性之间，它的双呢指的是喜欢和自己一样的性别和自己不一样的性别。那么双性恋喜欢的性别，不同的性别喜欢程度和方式呢可能不一样，但它并没有一种排他性。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谈一谈大家对于标签的使用。性少数群体是一个有很多标签的群体，外人看来常常会因为标签很多而感到很困惑。那么很多人呢会喜欢使用这些标签，因为有一个准确的词可以描述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呢，可以给人一种 empowerment， 让人感受到自己的身份是真实的和有效的。那么也有人呢不喜欢使用具体的 label，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流动的，使用具体的标签呢可能会让这些人感到被桎梏而不够自由。那么这两种做法呢显然都是合理的，是符合大家自己需要的做法。同一个人呢他可能会用bisexual、pansexual 和 queer三个词来描述自己，而这三个词呢，在不同的语境下表示的可能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具体使用哪一个词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对于这些词的偏好和情感。在社群里，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可能对于 bisexual 这个词他的情感比较深厚，因为这个词可能被使用了很久，而当事人也经历了围绕着这个词产生的争议那么他就更有可能使用 bisexual 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而有的人呢不喜欢特定标签，有可能引来的争论想要避免这样的争论，那么他可能就更倾向于使用 queer 这一个词，因为 queer 它是一个更加有雨伞效应的这样一个词。因为 queer 一词在当代已经是一种很概括的用来形容性少数群体的词，它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指向。那么除此之外呢，谈话的上下文和谈话的对象也很重要。大家对于LGBTQ 社群之外的人，也就是顺直人解释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使用双性恋一词，因为这一词呢比泛性恋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词。如果想要避免太复杂的解释呢，大家就会倾向于使用双性恋一词。而在酷儿社群内的交友呢，大家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更加复杂或者更加准确的标签来描述自己，因为一方面呢，对方更有可能会理解这样的标签；另一方面呢，如果是交友的场合呢，对方也有可能更加有需求来了解你特定的标签，从而避免踩雷。总之这个话题讲了那么多呢，主要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一个人说自己是双性恋就假设他反跨。他不会和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人的交往。事实上呢，有一个调查显示，相对于使用同性恋标签的人，使用双性恋标签的人更有可能接受自己的伴侣是跨性别。对于这个结果的解读呢，一是可能泛性恋被粗略的归到了双性恋标签里。二是对于双性恋来说呢，他们即使没有接受一个人的跨性别身份，但是因为他们对于另一个性别来说并没有讨厌的情感，因此也有可能就接受了。这样的解读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这里可能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偏向本质主义的purist 大部分在同性恋社群里
而双性恋人群呢，作为历史上的骑墙派，他们本身就受本质主义所苦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因此相对来说呢，这个群体会更少的以本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其中就包括了跨性别人群。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看到了这里呢，请大家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的视频给更多的人看到。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内容呢，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今天呢，因为是万圣节，所以博主戴上了这个帽子，有耳朵。